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张志豪议员、黄伟汉先生、议员之委员陈凤馨小姐。好，这个马杜罗自称他是被绑架，而且我是战俘，因为美国一直不承认是战争，美国人是说我国内去企图抓毒贩这是我国内的事情呢，不是战争没有去打这个主权国家，所以呢，这个马杜罗很清楚，我是战俘。而且会被绑架来的今天在纽约地方法院出庭了，40分钟第一次庭都很简单的，下一次在3月又要等2个多月那这因为美国法庭是不能照相的，但是可以画画把它画出来我是被绑架的我被 kidnapped 那另外呢，美国稍有4项重罪但是呢，包括毒品、恐怖主义、走私古柯碱持有机关枪跟爆炸的装置。阴谋持有机关枪跟爆炸的装置这4个罪，他都不否认他都不承认，都否认 ，non guilty。他说，而且我还是委内瑞拉总统，我是选出来的总统，你们可以这样绑架我吗？那另外呢，这个他不认罪，所以呢被指控这4项罪一个是毒品，一个是军火，那到底会怎样那另外呢，他今天做完庭以后呢，他把一支笔带走，你不要看一支笔蛮厉害的一支笔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刺自己，也可以刺别人所以呢，他干嘛把一支笔带走那另外呢，主审法官92岁92岁，而且呢说还知名度还蛮高的叫做赫伯斯坦因为法官通常都是终身制了因为怕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呢终身制没有人把我 fire 掉，所以呢他92岁，体力精神好，继续干不过也不稀奇，美国以前那个南卡我们选出来的参议员呢，我留学的州，100岁还干参议员，他100岁他自己宣布不干了，他如果要继续干，还可以继续选上那另外呢，马杜罗的太太说右眼淤青，所以呢他的律师说是美军把他打伤了眼睛都打伤了那美国以执法为名的跨境打击行动还正要开始，这是第一波。委内瑞拉接下来哥伦比亚也是毒品很猖獗墨西哥也很猖獗古巴到底要怎样呢？民调33%的美国人支持川普，但是有72%的受访者担心美国过度介入委内瑞拉跟其他国家的事务但是呢，共和党有60几%都支持他。川普的民调42%支持他的，去年12月39%，增加了3个百分点，就没有掉了。另外呢，美国的这个委内瑞拉副总统宣誓就职，宣布戒严、逮捕亲美人士。不过我觉得都是做样子了因为马杜罗掌权13年，很多他的支持者，所以他必须要先获得这些支持的支持昨天我一听川普讲话，我认为这个副总统是有问题的。川普说，我们现在好不好？他来做代理总统，但是小心你任何事要配合我不配合我，你的下场会马杜罗更惨为什么？我同意跟你做总统的甚至他的哥哥在去年，他哥哥也是议长，就美国已经谈好了，让总统下台，然后他上来，然后马杜罗呢流亡海外。所以川普之前就警告好几次说你最好现在自己下来，现在去打他打他以后呢，把他抓到纽约去送审那委内瑞拉在西班牙的反对派领袖就冈萨雷兹说，我才是总统我去年赢马杜罗300万票我才是真正的这个3军统帅总司令然后呢，现在他的总统府报的枪战，大家以为政变了，搞了半天说他的警卫因为看到黑影就开枪，所以并不是真的搞政变。我们先看这个马杜罗拒绝认罪的画面。全球紧盯这一刻，周一上午，从马杜罗夫妇步出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开始，两人一前一后登上直升机。接着，两人被载到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附近的停机坪，在人员押解下，准备搭车出庭。两人身穿浅棕色夹克和长裤，还被戴上手铐。武装人员在旁戒护之外，缉毒局人员也全程录影拍照。委内瑞拉的大独裁者将面临审判。时间接近中午12点，车队已经抵达法院。这天，全美媒体堪称大动员，几乎是陆空两路全程跟车转播。
法庭外有零星支持者到场声援，更多的是大批记者卡位连线，甚至还有各种语种。马杜洛透过翻译说自己是无辜的，没有罪，是一个正直的人，也仍然是委内瑞拉的总统。中午12点一过，身穿标准配发橘色球服的马杜洛夫妇首次出庭，他以西班牙语声称自己依然是总统。根据美国司法部当天公布长达25页的最新起诉书，马杜洛遭控4项罪名，但他辩称无罪。I promise you that Maduro's defense lawyers will argue that this arres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herefore should be void. 这次庭审大约持续40分钟之后，马杜洛夫妇已经返回拘留中心，下次的出庭日期预计定在3月17号。目击者的影片传来阵阵枪声，窗外有人手持枪支，安全部队甚至拦截无人机。委内瑞拉首都传出枪声，国防军表示国会大厦和总统府遭遇攻击。其实就在攻击发生前，委内瑞拉副总统兼石油部长罗德里格斯才刚宣誓就职临时总统，大陆、俄罗斯和伊朗大使到场祝贺。他的哥哥也就任委内瑞拉新任国会主席，兄妹俩已经接管委内瑞拉的行政和立法权。Será recurrir para lograr traer de vuelta a Nicolás Maduro Moros, mi hermano. 只是罗德里格斯对美国的态度究竟是反对帝国侵略，还是想合作？立场让人捉摸不定。因为马杜罗儿子盖拉也出席这场就职活动，他还喊话要父亲别担心。Cumpliendo hasta que regrese. La patria está en buenas manos, papá. 不管委内瑞拉新政府会不会跟美国合作，美国道琼工业指数都已经因为能源股写下历史新高。老沈怎么看？那我觉得马杜罗今天第一次在纽约出庭的表现啊，在意料当中不特别突出但是也没丢他委内瑞拉人民的脸他就说我还是委内瑞拉总统，我是战俘，我是战犯，我绝对不是罪人。这个第一庭这样表现，我觉得可以了。那这个后续呢？到底川普他讲得很白他说西方世界不容许有美国的敌人，但是他西方世界这条线怎么画的？他是这样画到地岛链，画到下面印太，然后印太画到部分阿拉伯，然后西欧，然后画到西欧再一弯画到格陵兰，大概这个就是他的。大概是，所以他是我跟你讲我活到这把年纪，生命走到这个尽头了，我真的是有一点真的觉得叹气了。就说这个世界怎么走到是要靠第一你要当强人，第二你要做恶汉，第三强人恶汉的背后还要有实力。我就想到你，因为你这本节目常常讲说你当年多厉害。又是金童又是不怕又不怕李登辉又不怕这个，又不怕那个。我就想那你怎么？你的成就算不差啦，但是比起他们，就真的是有一个人距离。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实力，因为你带走的新党人数不够，你知道？还有呢，你毕竟是一个好人，你的心不够狠，你的心不够狠。那这个我要你的意思，我要彻底的检讨自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川普的下一步我有一点觉得说他不会马上再有下一个，因为就不好看，也难听像今天联合国开会，到底有几个人替美国讲话？恐怕一个都没有吧。然后呢，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在等古巴自己死掉。因为没有油了，因为委内瑞拉本来就是在听古巴给他廉价的或者是免费的油，让这个古巴就是继续能够撑多久呢？65年呢？这个65年的共产政权在美国的后花园，这个是芒刺在背现在趁这个机会把它干掉，然后川普就可以在面对加勒比海的古巴沿岸的漂亮的沙滩盖 motel、hotel。沙滩 resort 什么都盖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观光所以呢，我觉得他大概等你现在也可以去他大概等古巴下台，那至于古巴自己垮了，他认为古巴会垮。还有委内瑞拉国内当然也有反对势力啦，有右派，那个右派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川普还挺他的，现在说不轮到你，所以川普这个人很现实的。
所以呢，将来暂时能够维持委内瑞拉国内秩序的，一定要听美国川普的话，而且呢，你到底要做几分傀儡啊？你自己拿捏哦。当然100%傀儡最好，但是起码真的要100%呢，那就跟傀儡差不多了。所以川普现在全世界拿他没办法，要恶汉又要强人，你已经来不及了。他这个副总统总统被干掉以后，谁最获利最大？当然是副总统嘛，就上来代理总统了嘛。而且你看川普昨天讲的话，说他如果不跟我配合的话，他的下场会比马杜罗更惨。为什么讲这个话？就你当副总统升总统是我帮你弄的，你一定要做到你跟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做到跟我承诺，你会比他更惨。他还是合法从我把他搞来，你是我给你才有当总统的位置嘛。所以他一方面这个副总统要跟这个极右派跟他这个马杜罗原来的部署说，我们还是支持马杜罗的，他是我们的英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跟美国讲，我们会好好配合，我们政治都好好配合。来，方心怎么看？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刻看到赤裸裸的强权，还有赤裸裸的金钱游戏。如果只有强权的话，大家这边猜古巴啦，或者是哪里，我跟各位说，背后如果没有强大的金钱游戏，不会去推动川普去演出这一出。等一下我会去告诉大家，这个背后的金钱游戏有多么的庞大，不是大家所想象的石油而已。其实背后呢，在金融圈的操作，其实从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金融操作的痕迹，很多人都是狠赚了1倍以上。好，那其实川普从上任之后他才1.0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准了马杜罗，就对准了委内瑞拉。当时就已经不断的向马杜罗呛声，然后说你要下台啊，如何如何。2019年那时候也扶持了反对派，但是不成气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法庭上面所谓的毒品恐怖主义，那是在2020年3月的时候，也就是川普1.0的时候，当时的川普的司法部长指控马杜罗做这件事情。坦白说，你说有任何的证据吗？实在你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证据。那确实委内瑞拉内部呢有贪腐的问题，确实他的选举是有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你说毒品恐怖主义，因为只有这个理由，就你的贪腐还有你的这个选举不公，那么是不构成川普起诉马杜罗的理由。那是毒品恐怖主义，他们经过内部的法律检讨，认为说可以这么做，所以呢他们就这么做了。卖到美国，毒害我美国人，没错。所以呢，你看他2020年3月的时候指控马杜罗，然后一直到这个时候来收割。那么收割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说那个等到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呢，他们安排了线人到马杜罗的身边，然后呢，对于马杜罗所有的饮食生活习惯如何，这个安排妥当是指说三角洲部队的这个演习都已经完成了，只有这么简单吗？不会，因为各位你要知道，其实在其他地方要适用困难度很高。因为当我去推翻了你，就抓了你的元首之后，斩首，不管你斩首也好，抓起来也好，你接下来内部会不会大乱呢？利比亚就内部大乱啦。那如果说内部大乱，其实你所有的利益通通都不见了。通都不存在，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我已经扶植好了一个亲美政权，然后等着伺机而动。我人抓起来了，后面接任的人就是我的人。这个时候，你的逮捕行动才会转换成为巨大的金钱利益。所以，其实我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罗德里格斯这位副总统，其实我看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2项经历。第一个，他跟美国华尔街关系良好；第二个，他是没有被制裁的。马杜罗身边有非常多的长期的亲信都被美国制裁，可是罗德里格斯是没有被制裁的他的哥哥是国会议长，也没有被制裁所以这里面你说有没有说好那个？当一切安排妥当，就安排线人到马杜罗的身边。那么这些所谓的安排妥当，是不是包括了他哥哥到美国的这一趟行程其实是很值得观察的。好，昨天的几个情势非常的有意思。各位可能不知道，那委内瑞拉欠债非常的多大家都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债权。其实呢，委内瑞拉的债权呢，其实债务呢分成2大块，一块呢是2017年之前的，那时候是跟美国翻脸之前的。
那另外一块是2017年之后，那是因为跟美国翻脸之后呢，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中国大陆的债权都要求石油做100%的这个担保保障，可是呢，美国的债权呢，其实有很多现在就变成了废纸，但是各位，这一些废纸在去年底翻了1倍。价格翻了1倍，因为它全部都包装成为证券，就是叫做不良债券证券，然后呢就卖给很多的秃鹰集团。那这一些债券在去年底的时候，它已经悄悄翻了1倍，在昨天美国交易市场当中，它再涨了2成到3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幅度，所以。光是这一些债权，它不能够全部拿回。可以你知道，它现在只剩下1%的价值了。你只要能够变成我拿到1成的这一个债权的话，它就是翻10倍耶。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金钱利益，然后这是上千亿美元的这个庞大的这个金钱利益。而在昨天呢，美国涨什么？摩根大通涨了2%。雪佛兰涨了5.1%，还有一家是炼油厂，专门炼那些重油的炼油厂，这个叫做瓦莱罗，涨了9.23%。那他们为什么会涨？因为他们相信已经一切安排妥当。那川普没有利益不会出手，而且这个出手必须是他确定你比我弱小到我打你就昏了。那这种弱小的国家，我不认为是哥伦比亚。为什么？因为哥伦比亚2月就要举行国会大选，5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我觉得他已经敲山震虎，在吓这个哥伦比亚的人民了。我也不觉得他会动手古巴，因为古巴利益太小。但是格陵兰还有伊朗利益是够大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次美军呢去抓这个马杜罗，算是我觉得蛮精准的哈。他在去年的12月初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啊。那12月下旬记得吗？川普跟马杜罗就说1周内下台离境，但是马杜罗拒绝。那时候下台离境，比如到古巴去躲起来就算了哦。事实上，今天传出的消息，他的副总统跟美国副总统的哥哥也是议长。就跟美国已经打好协议了，说由他来，副总统来，然后总统呢到海外去哦。那所以这是采取闪电打击啊，然后呢1月2号深夜10点46分，这个行动叫做绝对决心行动啊，然后呢精准斩首，美军出动200个人，花300秒5分钟就把马杜罗夫妇活捉了哦。他有1年也有几10亿的这个国防预算的军事预算，看起来都没用哦。那另外呢，10步杀1个人，哦，10步杀1个，10步杀1个，哦，所以呢，美国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长了，然后把这个斩首的细节讲出来哈。然后呢，因为马杜罗的警卫大部分都是古巴人，奇怪没有用委内瑞拉，用古巴人，所以古巴人就死了32个，哦，所以呢，古巴的哈瓦那就是古巴批美国搞恐怖主义，把我的警卫都打死了。川普点名说哥伦比亚做下个也不错，墨西哥在美国那么近，其实现在美国加州很多地方的地都是从墨西哥抢来的，所以川普的时候还要在什么美墨边界搞什么围墙啊，一大堆搞这些东西嘛，德州这个还有这个加州这个旁边嘛，所以呢，哥伦比亚它也是毒品啊，墨西哥也是毒品啊。所以下个可能就是哥伦比亚跟墨西哥。所以昨天马杜罗一被抓，墨西哥出来抗议，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墨西哥想兔死狐悲嘛，误伤其类啊。好吧，我们看一下攻坚到底怎么攻的。美军为了活捉马杜洛，攻坚蒂乌纳堡军事基地，卫星画面曝光，至少5栋建筑在行动后化为一片焦土。美军攻坚行动策划缜密，白宫一声令下，网陆战部队率先切断首都卡拉卡斯的电力，在黑暗掩护下，超过150架战机升空，形成一道钢铁保护网。再有三角洲部队的直升机，距离地面约30公尺低空飞行，特种兵抓紧时
时机垂降突袭马杜洛官邸。 They had air cover as well, according to General Kane. They were protected by aircraft from the Marines, the Navy, the Air Force, the Air National Guard, and that included F-22s, F-35s, B-1 bombers. 美国战机开火，瘫痪委内瑞拉防空系统，为三角洲部队直升机开道，现场枪林弹雨，摧毁多处军事设施。地面逮捕行动仅花短短5分钟，美军破门当下，马杜罗夫妇还试图躲进钢铁打造的避难房间。Even though Maduro and his wife tried to hide, according to President Trump, kind of behind a steel door in that fortified complex, very little resistance. They were able to extract him, take him out. 知情人士透露，马杜洛近期频繁换手机，每晚随机睡在6到8个不同藏身处，连亲信都不清楚他当晚会睡在哪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砸下约台币15.7亿收买线人，清楚掌握他的行踪。 We got everything back. Got everything back, and nobody killed. 任务圆满成功，只有1架军机中弹，部队全员平安撤离。川普对这次攻坚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好吧，那美军死伤0人哦，这是不简单的。伟汉怎么看？其实这场行动应该说5个月前就开始了，他不是说12月多，或是说这个礼拜1月3号哈，我们台湾是礼拜6，那美国是在这个礼拜5晚上10点多下令，不是，他5个月前就已经派了这个中情局的这些好，就是情报人员进去以后干什么？一组人，他去掌握马杜罗他住的地方的位置图以及他的结构图。所以先前我看到这个哈，就是2015年的朱特尔基地的斩首行动，有做一个我们总统府的那个模型的时候，看了不舒服，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计划，就是准备要这样做行动。好，那所以美国的三角洲部队他们是掌握了马杜罗住的地方的整个大楼的结构，他知道有哪几个房间，他不是换好几个房间吗？你去哪个房间他都知道，然后最后连 safe room 在哪里他都知道。好，我现在并不是说要去强调说美军有多强，我是跟观众朋友讲说，他们的行动是要非常快速的要解决，将马杜罗带回纽约了哈 ，OK。所以呢，他掌握了他的住处，他掌握了地点，他掌握了周边可能有多少的部队，然后他都已经演练过非常多次。我攻坚进去之后，我要去找哪几个房间？最后如果进到 safe room 的话，他还有带那个把那个哈，就是安全式的钢铁给这个切开，然后再把人带出来。他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都已经演练过了以后，然后就出动了。出动的第一时间到现在为止，川普他有讲，可他并没有讲，他说我们掌握了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在瞬间就让那个地区完全停电，所以也没有通信。第二个，就它的飞行是采取低飞。好，100英尺，你换算下来，观众朋友是30公尺低飞啊。所以其实这个委内瑞拉大家讲说，它也不弱，它有这个苏凯30的战机，它有俄罗斯 S300的防空飞弹，我们台湾是用爱国者，他们是用俄罗斯系统的，他们有这个 JY27，为什么 JY27？就是怕 F35跟 F22，它是隐形战机，那我就要有反逆踪的雷达去。我不是说这些武器没有用，可是以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用上功能，为什么？第一个，它低飞。地球是有弧度的嘛，它飞这么低的时候，你雷达根本它没有办法碰到，所以它就很低的就贴着地球表面在飞的时候，它雷达没有办法弄到。第二个就是它在飞机已经靠近的时候，显然它已经掌握，它能够将它的电力中断以后，它的系统没有整合。第三个就是它摧毁所有的地面的设施，包含它的雷达站。所以我后来看到在路边有很多的这些装甲车，还有 JY27的这个逆中的雷达车都被炸掉。然后呢，你不是有战斗机怎么都没有起来？这个都坏一下，没有办法起飞，因为它在一进攻的同时的时候，也发射飞弹将那个跑道给摧毁。所以就在如入无人之境也不能反抗的情况之下，之后直接到了马杜罗住的地方，然后用直升机，好，直接让这些特种人员下去以后，然后进行攻坚以后把人带走。那其实根据美方的这个事后的说明，就是其实最后在那个马杜罗夫妻。特种部队到达的时候，已经要进到安全室了，门还没关上，以后被拉出来，否则的话他还要把它好就焊开，还要花一点时间。47秒。所以47秒是他们，因为他们带的设备，他即使门关起，你有看资料哈？他说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那么快啊？他说就算把那个人进去到安全室，他也把它带出来。刚刚前面那一段我们在讲国际政治，大佬还问我说是不是各国都反对哈？其实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俄罗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他们都严厉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也是哦。可是有几个国家是支持的，刚刚大佬在问，我就去查了，以色列，还有巴拉圭啊，因为巴拉圭可能对马杜罗并不是，他是认为就是我们的友邦，对，他是我们友邦。那再来就是不支持马杜罗，但是反对美国去侵害主权国家的有什么？有日本、西班牙、法国、丹麦，他们是我们并不喜欢马杜罗，可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用这种军事行动，这个叫做主权不可侵犯。
这几个国家并不认同行动，但也不要公开反美。以上就是安理会现在目前开会的最新情况。所以再讲一遍，真的挺美国的，就是以色列跟巴拉圭嘛。都是自己人嘛，自己养的。然后有半挺的还有2个，我刚刚忘记讲，英国跟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今年第一次进到安理会，英国跟拉脱维亚就是避开争议的部分，认为说这是对毒枭的打击，他们予以肯定。欧盟基本上是说了，要遵守国际法，不愿意去谴责美国，但是遵守国际法，你美国这个行动其实是违反国际法嘛，就这么简单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